好，那今天呢，突然陳信宇的新聞跑出來，很久沒有看到他的新聞了哈。但本來家務事了哈，但是因為這個媒體都在報道，而且把他以前過去的這個，譬如說民進黨誰沒有拿我爸爸的錢，謝長廷也拿我爸爸的錢哦，所以又變成一個政治新聞啊。那而且陳信宇的個性真的很強，一般這種事情哈，你在自己的臉書上罵誰就算，他不是他跑到趙建明的診所的那個臉書，在那上面去留言呢，就跑到這個對方的這個勢力範圍，在那邊去吐槽哦。那說這個趙建明對妻兒無情無義了，50歲生日呢，說已經這個開始一個人生的下半場哦，而且呢去給一心的負評哦，說呢這個對他兒子哦，說反正就是兒子的骨頭有問題的呢，他就只會打 PRP 哦。那陳信宇自己的肩膀呢肌腱斷裂，也打 PRP 哈。打 PRP 也不是什麼叫 PRP？ 抽血出來以後，然後呢，經過離心機哦，把一些亂七八糟東西搞掉以後呢，白血球就剩下血小板，那叫 PRP。有沒有用？有些醫生說有用，有些醫生說沒用，反正每個醫生看法不一樣啊。但是呢，現在治療方法很多了，有打幹細胞的，有打 PRP 的，有打這個鹽水的，有打葡萄糖的，什麼都有哦。那每個醫生看法不同，但是吴淑珍這個陳信宇顯然不爽，就你只會打 PRP， 都打 PRP 哦。那另外呢，就是說他跟他的護士。還有另外的護士呢，這個中間呢也這個夾雜不清男女關係了哈，所以呢給了一星負評哦。那而且呢，大家都懷疑說，真的是陳信宇去寫嗎？跑到趙建明那邊去發表嗎？就問陳信宇，陳信宇證實說，就是我寫的哦。那另外呢，而且陳信宇說，離婚我們離婚其實蠻久了哦，只是呢最近製造一點新聞，怕你們太無聊，這新聞太無聊了，對不對？我這新聞比較有趣，所以製造一點新聞啊。那另外呢，這個陳水扁、陳時中今天也間接證實，陳水扁又問他說沒有補充，有必要在傷口上撒鹽嗎？你們不要只會欺負陳水扁的女兒啊！啊，然後呢，陳致中哦，他的弟弟說今天是姐姐生日啊，今天哦啊，祝她生日快樂。同時呢，引用一首詩：回首這個向來蕭瑟處，這個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就是一切都看淡了啊，風雨跟晴其實都無關了哈。那另外呢，趙建明當然要出來說，完全不是事實，亂講哦，這個不是他講的這樣子啊。那網絡也說，全台灣都知道陳信宇不會說謊，因為陳信宇的個性其實從那個時候個性就這麼直了哈。那而且法院也認證，因為他曾經有醫療糾紛，就趙建明的診所哈，有人欠幾萬塊了。結果呢，到法院的都不是趙建明，都是這個心腹的女護理師哦，所以像女主人一樣在那邊幫這個趙建明來控告哈，來控訴哈。那謝龍介因為只談談了，謝龍介說代表陳信宇真的生氣了哦，而且呢應該體諒他哦，應該體諒他哈。那另外呢，也有病患說趙建明對病人這個疼痛只打玻尿酸，我剛才講陳信宇怪他打 PRP， 那有病人說只打玻尿酸，那病患說我看診也是這樣子哦，所以顯然呢，這個對這個趙建明看診不爽，我們看一下。這是25年前陳信宇以第一千金身份跟趙建明舉辦的世紀婚禮，當時蓋棺雲集，還引來外界羨慕的眼光，沒想到如今。就在陳信宇50歲生日當天，趙建明診所的 Google 評論區卻出現一篇署名陳信宇的一星留言，除了指控對兒子骨折及手腕疼痛沒能好好處理，還把他的肩膀肌腱斷裂當成了50間。另外還提到曾有女子疑似因感情糾紛到他的診所吵鬧，甚至點名趙建明跟一位護理師糾葛不清，顯然醫德跟私德都有問題，提醒外界自行斟酌。而他內文多次以前妻身份自稱，似乎也宣告雙方已經離婚。雖然陳信宇隔天13號正常看診，但現場氣氛低迷，陳信宇也早早進到診間，而趙建明的診所則是休息沒有回應，導致在自家診所評論留言回應不是事實，懶得回復。至於前總統陳水扁及弟弟陳致中被問到相關問題，更是統一口徑，不補充說明。他變總統嘛，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嘛，就是不予補充。陳信宇不是公眾人物。好，這個就是屬於私領域的事情。好，我不清楚也不能評論。
跟別家友好的政治人物閉口不談。不過，從10年前陳信妤診所開幕時，夫妻最後一次公開同框，當時趙建銘就低調閃避鏡頭。沒想到這段時間經歷了台開內線交易案、入監服刑、出獄後，雙方還是走向離婚，也讓地方人士不勝唏噓。他是很率真的，陳信妤他基本上在這種事情不會說謊。但我們在台南，坦白講，我們也聽到蠻多的醫療糾紛呢。由於離婚消息，就連地方也不曾曝光。如今以陳信妤的個性自曝內情，似乎也為這段畫下句點的婚姻表現自己的強烈不滿。都不知道所以你們如果你们要有興趣，你们去問他，不應該。會不會覺得有點蠻委屈啊？還是說怎麼？不是啊，我就一頭霧水啊，就這樣啊。不是事實什麼這樣，很多網友看都氣炸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事實啊，是不是也是別人跟我講，我也沒辦法證實，對啊。他們是都否認啊，這又不是這一兩天的事情，這已經很久了。那昨天？已經蠻久了。大概多久？不好意思啊。他這對父女陳水扁沒有什麼變對，陳水扁這個樣子而且頭髮那麼黑，陳信妤沒什麼變那惠子怎麼看？趙大哥，我們這塊要講12分鐘嘛？我想，當然大家都說了，這個是陳信妤的家務事哈，然後屬於私人領域。那大家也都知道說，陳信妤從她少女時期，她其實都很極力要避開大眾的視野，她都不想要被牽扯在這個浮上這個政治的舞台，她也絕對沒有想要成為這個輿論的焦點。那我想今天這個她有說，她是她50歲生日。那我也希望都說他長久以來的希望就說可以遠離這個大眾的視野當中。我也希望說祝福陳信妤他在人生下半場這樣子的希望可以成真所以我也希望說這個時候畢竟是他個人的事務，那也希望大家多給他一點他個人的空間。對。我昨天晚上朋友給我看這個評論的時候，我還說這一定是假的啦。好，就是知名人物怎麼會選擇這麼直接的方法開撕？我說是，對，我說是不是趙建銘的這個敵人或仇人之類的哈，故意用陳信妤然後去吸引大家注意。結果今天早上一看，真的是他哈。所以剛剛陳水扁說不要欺負陳水扁的女兒，或者是說哎這是個人隱私，不要把它鋪的。可是其實說真的，這件事情可見是陳信妤就是刻意要把事情鬧大，給大家知道趙建銘的是怎麼樣的人，或是他跟趙建銘之間的恩怨哦。否則，其實媒體已經給陳信妤很多年的親近的空間了，沒有人去關注他，或者是刻意去報道他的私生活。好，那講公眾領域一點的事啦啊，如果現在衛福部已經要調查啦，就是趙建銘把玻尿酸帶回家裡去打。那這個醫療行為可不可以在居家哦？之前那個誰啊，那個在幫那個四個絕食的量血壓那個蘇醫師，不是就已經被民進黨說要去調查嗎？在幫忙量個血壓，就說這樣違反醫療法了哦。那這個把玻尿酸帶回去打，好，算不算違反醫療法哦？我覺得這個衛福部也應該去調查啦。啊，第二個是哈，這個為什麼這個陳信妤說他怎麼只會打玻尿酸跟 PRP？ 因為這兩個哈，玻尿酸健保給付的條件非常難啊，所以大部分都自費 ，PRP 則是完全要自費哦。所以如果趙建銘的所有病患他打來打去就是要求病人自費的話，那這部分有沒有這個醫療的過度哦？我覺得衛福部也可以一併調查了哦。那不管怎麼樣，確實啊，這是陳信妤的私事，陳信妤也不是公眾人物。可是我必須要說，陳信妤是這個陳水扁家人裡面真的最受信任，而且仇恨值最低的。因為一路走來，我們看到陳家哈，不管陳水扁，還有這個吳淑珍，還有陳致中，充滿了特權以及爭議。但是陳信妤始終跟特權保持一個距離，我覺得這是難能可貴的。休息一下再回來。好，剛剛這個陳信妤啊，這個趙建銘哈，那媒體是說呢，其實當時最早的時候，陳信妤的男友不是趙建銘了啊，但後來這個吳淑珍很喜歡趙建銘，體格也很棒啊，儀表也不錯的哈，所以呢，就是吳淑珍一直這個很這個疼愛啊，這個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可愛啊。那另外呢，25年的婚姻結束啊，那當時呢，趙建銘陷入台開案，
陳信宇當時還為了保護趙建銘，罵趙建銘的爸爸，說恨死他，他搞出來的哦，害趙建銘都这個牽涉到這個案裡面去啊。而且當時呢，曾經嗆辣發言說，民進黨誰沒有拿我爸爸的錢，甚至還點名謝長廷追問謝長廷沒拿到錢嗎？哦，哇，這個所以那個時候也是哇，這個媒體啊，這個非常的大幅的報道哈。那另外呢，這個因為趙建銘深受吳淑珍的信任，所以趙建銘在扁案裡面呢，不管是在台開內線交易案，說他已經獲利超過1億，在國務機要費案也是全民買單哦，包括這個他們的什麼演唱會的門票啦、汽車保養費啦、打蠟費啦、汽車牌照稅啦、燃料費啦、超速罰單啦等等哈，等等，反正是本來都不應該報在國務機要費裡面，都報在國務機要費裡面。那陳水扁家裡面一共有5個人，連女婿啊什麼哈。只有陳信宇沒有司法案子在身上哦，沒有污點，其他人哦都判刑了，包括陳水扁本人都判刑了哦。那吳淑珍是因為身體不好啊等等哈。那另外呢，大家也關心呢，你離婚的財產怎麼處理哈？說原來有一個店面在勤美普珍在台南作為骨科診所，趙建銘的骨科診所，那現在呢是當時是6000萬成交的，那現在一查說以配偶贈與給趙建銘了，在趙建銘名下，當時怎麼買不知道了哈，那誰出多少錢不知道了。那另外呢，在這個2012年有一個雲非凡豪宅，陳信宇呢以5212萬、5212萬跟2846萬2成哦買進來的這2戶。那另外在2012年哦，在這個另外台中的一個豪宅叫聯聚芳庭哦，那這個吳淑珍是去年以8500萬賣掉。當時2012年是8750萬，所以還賠了250萬啊。那另外呢，台南的2戶產權現在看起來呢，這個原來是陳信宇跟3個小孩共同持有，現在通通轉到陳信宇名下。媒體也認為說他是不是為了離婚啊、財產啊，到時候劃分比較清楚，所以乾脆哦，這個不要那麼複雜哈。那到底怎麼回事？現在當然細節不清楚了。來，這個淑慧怎麼看？我還是要說啦，就是我們雖然都不了解說這件事他們誰對誰錯哦，但是陳信宇會選擇用這種方法哈，就是像這個謝龍介講的哦，他一定已經悶很久、怒很久了啊，才會在自己生日的時候哈，就是老娘要出一口氣，對，老娘要出一口氣。選擇生日很特別哦，對，沒有就是要生日啊哈，然後宣告說從今天開始我的下半場人生哦重生了，擺脫跟你的陰影啊，因為其實如果你去看今天很多媒體報道，其實就是說他們其實第6年婚姻啊就已經開始有一點變化了。那還忍了這麼久，如果忍到去年才離婚的話，那我覺得19年了。對，我覺得陳信宇一定看在3個小孩子的份上，所以我覺得謝龍介說的對。我覺得，因為陳信宇他離開這個鎂光燈前面已經非常非常久時間，那所以剛才看到陳信宇，那來軒也跟我都認為說，哎。他幾乎沒有什麼變啊，只是說，他因為他那時候比較有銳氣啊，也比較兇，現在看起來柔和多了。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呢，我個人會有點不勝唏噓的感覺啊，就說因為當年這種就是這第一家庭的一個婚姻，那時候大家記不記得趙建銘，大家都說啊是駙馬啊，而且又是骨科醫師，然後陳信宇啊是牙科，那2個應該覺得是一樁非常美滿的婚姻，但是那時候趙建銘就爆出了台開案，那這個台開案事實上他的整個的官司是纏訟非常非常久，那然後他的家人，因為包含趙建銘家人也牽入其中，所以才有陳信宇說我恨死他了。那陳信宇其實我覺得他有一段時間是過得比較辛苦啦，就是包含他這個趙建銘的這個內線交易案。還有包含呢，他爸爸第一家庭的弊案，第一家庭弊案跟陳信宇都沒有關係，但是那個時候呢，媒體的都喜歡去追着陳信宇，因為陳信宇的個性快人快語啊，比如說這剛才講說，民進黨哪一個人沒有拿我爸爸的錢這樣子啊，那這個就已經幾乎是一個經典的話，而且民進黨沒有一個人敢出來說我沒拿，對，沒有一個人敢講哦，所以他。當時就變成一個經典的畫面，然後包含他，我記得他那時候去美國，好像是去個考試嘛，那媒體也追到美國去了啊，就人家說你們每天追着我怎麼考試？然後
其實那時候我們覺得某一個程度是有點同情陳信妤啦，但是就是因為第一家庭真的一直不停的連環爆，那這幾年呢，可能他的這個就是他這個公眾的這些生活呢，就是他的生活就不會再呈現在公眾面前。那今天因為他自己這個留言，後來才發現原來他的婚姻這麼不幸福。我覺得我在這一點上面，其實是我說我為什麼有點感慨，因為也有3個小孩，然後去按照他的說法，好，確實這個好像他覺得趙建銘對他真的有很多不忠誠的地方，那甚至有一個這個護理，我是不想講這個護理師的名字啦，他直接把他弄出來，所以有一點報復的心態。那我只是希望說，陳信妤經過這個事情，能夠希望他回歸他的平靜的生活，然後真的去展開一個新的人生的下半場啊。江龙，你们是當記者，為什麼老是有去賭陳信妤？我沒有，他比我小很多。但是那段時間，因為我們在媒體工作久，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那時候媒體，因為媒體真的是一窩蜂，就是一整窩的蜜蜂。那當无人機啊，對，基本上面就是當大家呢靠到陳信妤，可以很簡單得到當天的畫面，1-2句話，你說那1-2句話，你今天擺在新聞上，它有沒有重要的意義？沒有。但是我只要有那個畫面，只要去激怒他有回應。每天大家就像看連續劇一樣，每天新聞都在看，今天陳信妤呢又被激怒了，他又噴了什麼？其實他就純粹是一個新聞的需求，跟陳信妤本身呢是沒有關係的。好，幫兩個女性講的話，一個呢是柯志恩。因為這都發生在高雄。今天你賴清德要去暗示，今天北京好像介選了，是希望能夠柯志恩呢能夠當選高雄市長。我說的你這樣的太高估了，就是說柯志恩呢在大陸的分量。在大陸普遍的官員不講，在一般的論壇上面，在台灣的藍營的政治人物裡面，他們是很不喜歡柯志恩的。就是柯志恩，不要說紅，不要說統，不要說中，基本上就認為柯志恩不夠藍。所以他們基本上對柯志恩的講話是很不以為然的。所以你說今天北京會為了柯志恩如何？我說賴清德應該要有個非常清楚的認識，高雄的選舉是你的陳其邁做了8年之後所留下來的選舉，它既考驗大家對陳其邁的評價，同樣的也考驗對你賴瑞榮的評價。賴瑞榮如果輸了，只有一個原因，就賴瑞榮就不行嘛。那就是呢，你陳其邁的8年的號稱的這個呢超量的這樣的一個成績，除了演唱會經濟以外，市民到底評價是什麼？其實它就是一個最簡單的結論，跟柯志恩跟北京不會有啥關係的。至於呢陳信妤，當然了，就是說呢男女啊、夫妻啊、婚姻感情事情呢，我們也不了解的內容。可是你看看呢，扁家呢涉及到呢多少的案子，不管是呢貪污啦、內線交易啦，或者新聞當中呢牽涉到呢嫖妓啦、酒店啦等等，這麼多的新聞，或者呢名表啦、名車啊，幾乎呢都跟陳致中跟趙建銘有關，但是沒有一樣呢是沾到陳信妤的。換句話說，他是在扁家裡面，他既呢努力的出來捍衛他們家。每次大家呢都堵他，那個時候呢，這陳致中去哪裡了？那個時候呢，其他的呢扁家人去哪裡了？為什麼都是陳信妤出來？他知道陳信妤基本上跟這事情呢都沒有關係，但他要努力去捍衛呢他們家裡面的，他不是捍衛清白，他大概也知道發生怎麼樣的事情。可是今天我們再回頭去看，就為什麼對陳信妤會有覺得同情？就是每個人都知道陳信妤是無辜的，他沒有用他家的特權，但在當時他就是成為要榨乾扁家新聞的最簡單的方式。我是覺得陳信妤是真性情的啦，而且呢那麼多年下來，我覺得他最不變的就是他的真性情啊。所以呢，你去看這個第一家庭，曾經的第一家庭，後來呢，這個等於是我覺得他算是台灣第一個就民選出來的，然後第一家庭裡面就是說，好像從草根裡面長出來的，每一個人都活生生的啊。但是到目前為止，真的是蒙上非常多的陰影，貪污的、特權的等等。陳信妤裡面唯一全身而退的，所以我覺得他是裡面目前為止唯一讓人家覺得喜歡或者讓人家心疼的人。那我覺得這件事情他自己爆開來，我認為50歲對於不
只是對女人，對很多人來說都是很重要的一個生日。你會在那一個時間點上，你會回頭看你的人生，你會接下來想看你人生下半場。所以我覺得我試着去解讀他的心情，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其實很多人不知道他離婚啦。那他這時候不但讓大家知道說我已經是前妻了，而且我告訴你，趙建銘是一個什麼樣的老公，我覺得他不太想再委屈了。我覺得他不太想再委屈了，而且他有點想讓大家就是說劃清界限。第一個，他跟趙建銘劃清界限；第二個，如果你還以為趙建銘他是一個駙馬爺的話，我告訴你，我跟他離婚了。所以你某個程度看，你會覺得趙建銘有點像現代陳世美了。就是說，他其實坦白講，剛才香蓉有提到，其實整個第一家庭當中，幾乎陳信宇是從中間唯一沒有得到，我們當然不知道完完全全100%的真相，就是但目前我們知道他沒有得到任何的特權跟利益的。但是你說陳致中，你說駙馬爺趙建銘，哇，裡面吃香的喝辣的，尤其其實你不要講台開案了啊，包括他在台大的這個什麼辦公室等等，我現在我很在意的是他在SARS期間，大家記不記得那個時候的事情？他很早就從台大請假了，在家。是韓義雄媒人說你們現在狀況很緊張，你們呢可以不要來上班就不要來上班。當那個時候所有的人都醫護人員都站到第一線的時候，你會发現我們這個駙馬爺先落跑。所以我的意思說，其實趙建銘跟他爸爸啊，就是說為什麼陳信宇那麼恨，但那個時候當初那麼恨，我相信他現在對趙建銘可能也有恨啦，就是說。他們那時候還什麼桌球協會等等等啊，什麼貪污公款的，其實很不堪哦。那所以我覺得對趙建銘來說，他從第一家庭，因為這樣的一個第一家庭光環，我就覺得得到太多他不該得到的東西。那我想今天陳信宇只是應該想要把他給討回來，或者說不要讓他再有任何的瓜葛，是借由前第一家庭的光環。所以你去看他講的這些話，我現在除了當然就是說，這個就是夫妻之間的不忠誠之外，我相信他對於兒子跟對於我覺得他对兒子跟妻子之間的那種連醫療行為的都漫不經心，我覺得他是生氣的，因為我看那個我有點驚嚇，骨折可以打 PRP， 就是。他連兒子骨折都把他當作不知道他是骨折，他的說法是說不知道他是骨折，打 PRP， 後來呢去其他的醫院看才他兒子骨折了。有這種爸爸，我是覺得，那你爸還醫生呢，還是骨科醫生呢？醫療糾紛所引起的。所以你就說一個爸爸對於自己的兒子，你說不關心你的爸爸，連兒子是骨折，他把他當作不是骨折來醫治。我覺得是陳信宇的個性，他不瘋了才怪哦。所以看起來就是確實是很生氣啊。不過說實在話，就是家庭的家務事，大家今天用這種方式公開來，我認為他有些想要讓公眾去替他吐一吐怨氣也好，替他劃清界限也好。但是我祝福他，我覺得人生下半場就大步前進吧，放下那些对重擔。好，韓國瑜前天發怒在立法院哈，這個罵傅崐萁哈，而且罵立法院是有暗黑勢力哈，然後給傅崐萁3條路：第一個，你現在就來參加協調；第二個，你不來，你授權給這個書記長給林佩祥，如果你兩個做不到，你辭職啊，不要幹這個總召。那傅崐萁說：“哎呀，家和萬事興了哈。”那王金平也出來說呢，動怒對不起自己的5臟6腑了哈，說對不起自己的身體了哈。那另外呢，傅崐萁昨天終於簽協商共識，看到沒有？這是國民黨的，傅崐萁、林佩祥、許宇珍，這是民進黨的這是這個民眾黨的所以傅崐萁終於簽名了，簽名在這個地方那另外呢，傅崐萁還一個一個打電話給國民黨委員協調，說哎呀，能不能撤案，不要有那麼多案所以呢，最後呢，他們說調整到60案左右，那禮拜5表決就要表決了主案要進入表決那卓榮泰說希望韓國瑜共同捍衛憲政秩序，解決不合理的刪減。卓榮泰會連講這個話，你自己要按照憲政秩序來做嗎？立法院3讀通過法案你都不做不附屬什麼不執行不公告什麼，你們是破壞憲政秩序，有史以來沒有像這樣破壞的，還好意思講那另外呢，蔡其昌說傅崐萁長期沒有把韓國瑜放在眼裡面那媒體也問了，說總預算固然是嚴當沒錯了但是呢，誰是元兇？不要忘了行政院才是元兇那另外呢，這個說半年以前韓國瑜就用貼家官，就是在臉上貼紙貼的灌水，結果把那個人搞死了。
提醒黨團的領導者哦，你們要小心哦。所以其實當時就不爽的了啊。那另外呢，傅崑萁因為傳出來哦，說他想當立法院副院長哈，因為原來立法院院長本來以為是傅崑，他自己以為是他，是朱立倫當時提名了韓國瑜，沒有提名傅崑萁，我記得當時這樣子。那所以當時傅崑萁以為立法院副院長他，結果韓國瑜呢提名了這個江啟臣啊，那江啟臣因為到台中選市長嘛，所以可能副院長又空出來了。所以呢，傅崑萁如果當立法院副院長，那蔡其昌說這個乾笑說誰主持都不要貪腐國家，因為民進黨也沒有辦法主導誰當選誰不當選，他立法院票不夠嘛啊。那另外呢，這個黃國昌曾經替韓國瑜跟傅崑萁的爭執緩頰了啊。但是呢，他們都想是希望2028把賴清德拉下來。就藍軍現在呢，內部顯然這個黃國昌看了也搖頭嘆氣了啊。我們看一下，立法院那麼病態啊，莫名其妙嘛，因為耍我們跟耍猴子一樣，是不是？11號立院總預算協商，立法院長韓國瑜火冒三丈，因為國民黨團總召傅崑萁人不在場。你們副總召會不會正在打麻將？辭掉總召嘛。總召不幹了嘛，不是比較輕鬆嗎？你君子的務本的本是什麼嘛？乾脆把總召給辭了，罵起自家人，韓國瑜比誰都要狠。雖然事後傅崑萁說缺席是為了表達抗議，行政部門韓院長辛苦了，但僅此一事，昔日以兄弟相稱的韓傅二人關係只怕回不去了。他們兩位都是有智慧又成熟的政治家，必多事不必見縫插針。藍營大咖緩頰，黨內別再分化，但韓國瑜的驚天一怒也並非偶然。時間推回今年2月，當時不斷被綠營貼上刻意拖延軍購的標籤，韓國瑜就當着傅崑萁的面以貼家官相勸。有洞悉力的黨團領導者跟黨團所有的委員，我們有沒有這樣的一張一張紙的危機，把我們的口鼻要閉起來？韓院長的宮中體國，我們必須要支持，也要尊重。副總召對我美言很多，真的不敢當。雙方高來高去，接着時間到了7月底，預算協商。傅崑萁拍桌飆罵綠營立委之後，接續5次韓國瑜召集協商，傅崑萁一次都沒到，也沒授權讓黨團幹部簽字。因為據了解，就在29號協商之前，韓國瑜私下表達盼各黨團能刪到剩下60案，令傅崑萁大為不滿。接着14號院會就要處理總預算案表決不完，17號加開院會繼續處理，但表決當天會刪到剩下幾案，那就得看國民黨團是否聽從韓國瑜的建議。那會是不是就這個傅韓之間韓跟傅啦已經解決了？那下禮拜5就表決了嘛？是不是？對，明天就表決了嘛？禮拜5，因為經過3輪的協商。那其實像我今天因為我是內政委員會，所以我今天還找了我們張志倫委員跟廖先祥委員，我們再繼續把一些案量能夠繼續的把它收攏哈。那因為大家也知道，就是這件事情呢，之所以會突然白熱化，就兩邊的一個壓力。那因為韓院長他要這個主持議事，因為我們到8月底要休會了。那事實上，我們的院會的時間已經非常非常少，因為除了要這個處理總預算，我們還有這個就是無人機條例，還有食安法，好，那更不要說我們還在處理這個監察院的人事案，所以在這短短的時間之內，他要把這些重大的預算跟法案要把它解決掉，所以他一直希望說能夠這個有效率一些，所以我們現在變成可能如果沒辦法處理的話，禮拜1還要加開院會。那但是對於副總召來說，大家看到那天這樣他這個拍桌子，後來不是哇那個綠營的媒體啊，政論節目在做說，哎呀傅崑萁什麼飆髒話等等之類啊，那天是什麼狀況呢？就是在整個的協商預算的時候，那時候這個行政院是秘書長張敦涵來，那張敦涵呢，就是我們通常都是因為委員如果有什麼問題，他有什麼刪減啊凍結，你要做說明。結果張敦涵直接指名翁小玲罵他，那當然對這個黨團總召在那邊，我的委員在那裡，竟然被行政院的這個秘書長直接點名翁小玲，他當然很不爽。所以翁小玲自己也希望能夠講話，可是那個時候呢，就說因為翁小玲不是就說因為那個不是提案委員，所以他就變成翁小玲一直覺得說我都沒有機會來講話。那另外呢，對面那個時候還有個這個陳培瑜，那陳培瑜委員事實上他也不是黨團的幹部，他也不是提案委員，他就哇啦哇啦也講了很久，然後就是在罵那個國民黨團，所以才會看到這個他拍桌子，然後大家互相這個罵來罵去。
從那一天之後呢，其實我們蠻多人知道，那時候副總召就說他不要再去參加這個協調會，因為他覺得行政院非常的惡劣。好，我們剛才講說，在協調這個預算的時候，竟然可以點名這個在野黨的立委來罵，那所以後來他就沒有參加。那當然。對於就說這個法案裡面有沒有授權，或者是在協商的過程裡，確實有時候也有它的困難呢。因為今天不是也講說副總召一一打電話，以我今天我們在做協商的時候，我們還是有一些委員到現在都非常堅持。那個其實我覺得最那個無辜的是我們的書記長林沛祥，因為他夾在中間，那我也不要講什麼事情。他說：“鴻薇姐，不然你就再幫我試試看啊。”那因為打了4通電話，可是委員很堅持，所以就說對院長來講，希望把案量下降，但是對我們來講，我們還是要去充分去尊重我們的提案委員。那有的時候提案委员會認為說，我是很認真的在審預算，來看預算書。那你的提案不能因為說今天我用一個案量，然後要求我一定要去跟人家併案，或者我是側案，那不是每個委員都那麼好說話的。所以兩方面都有他的壓力。但是我要特別講一點。民進黨不需要見縫插針。蔡其昌在講什麼？哎呀，他們2個人本來就什麼心結啊，什麼？請問一下，你民進黨沒有心結嗎？你民進黨裡面鬥得不夠兇嗎？再來，卓榮泰，你是得了便宜還賣乖，還說我們要共同不能破壞憲政體制。誰破壞憲政體制？在預算裡面，我們講了太多次了，法律預算你該編就應該編呢。你拒絕編，所以真的破壞憲政體制就是你行政院，始作俑者就是行政院嘛，他要負最大的責任。我是覺得啦，我觉得到目前為止的話呢，傅昆萁講那個家和萬事興，我是不太同意啦啊，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不是國民黨的內部的糾紛而已，不是傅昆萁跟這個韓國瑜2個人之間這個家庭是不是失和的問題，我覺得這是一個國家的大政的問題了啊。我覺得到目前為止的話就是這樣的，因為現在是朝小野大，那所以呢，目前少數政府的民進黨到目前為止很多不附屬、不通過、不公布的事情，確實是讓這個就是讓很多的民意就立法院在國會裡面做一些該做的監督的時候，他必須要用一個更強硬的方式。但反過來說，強硬到某個程度的時候，我覺得他是不是有一個臨界點？那我想，這個目前大家對於這個總預算，已經這個就上年度的總預算卡到這個年度的總預算了，它確實是讓大家覺得說，知道你要背個，知道你的立場，那但是知道民進黨政府很爛，但是是不是國家應該要去運轉？所以我覺得那個臨界點也是在那個地方。就對國民黨來說，他也必須要去知道，他必須要對民意，如果你要抗議，你要監督，你要有話給說清楚。那是不是有些地方也就是到此為止，以國家的運轉為你最主要的一個識大體？好了，這樣說好了。好，那如果這樣的一個狀態底下我就不認為說傅昆萁他昨天說的有道理，說哎呀，我是因為要抗議啊，我軟性的抗議，所以我不來。那你不然你好歹說一下你為什麼不來嘛？那你也沒說你不來，就這樣默默不來了。那難怪韓國瑜會不高興啊，他以為你從此就不來了。那問題是我現在急着要通過，不是嗎？那你說那個500-600個案子要縮成100個案子，那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罵完以後有沒有用？有用啊！今天傅昆萁打電話了，不是嗎？所以我就說，有些事情其實大家也都會在看。那當然，對於這個國民黨來說，他會認為說這個事情讓民進黨見縫插針，是不是也就會讓整個的事情被模糊的焦點，是讓整個的一開始的狀況是民進黨政府可能有些事他該做沒做，或者他少數政府過度霸道。那實際上也是。那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一個輿論戰，一個宣傳戰。你怎麼樣子有能力去說明你的立場？但是終究是誰能夠讓國家繼續的往前走？我覺得這個事情也是另外一個輿論戰場，你要把話給說清楚之後，誰能夠推動國家大政，真的把民生經濟放在大家心，真的放在心裡面。我覺得如果說國民黨把話說清楚之後，讓韓國瑜去協調，然後讓整個案子能夠通過，讓預算可以過關，我覺得到底是誰在卡國家的進展，誰在卡這個國，誰把國家放在心裡面，我認為還是會有個公斷的啦。去現在回來。好，簡舒培逼蔣萬安問他，你到底挺韓國瑜還是挺傅昆萁？選一個。蔣萬安反嗆啊，韓國瑜也罵過賴清德啊，那你支持韓國瑜罵賴清德嗎？把它轉一下啊，
蔣萬安說，民進黨不要永遠都是雙重標準吧，對不对？我已經說過，中央政府總預算的審查必須尊重立法院的審查程序嘛，那另外呢，說這個跟蔣萬安要清除黑暗力量，你要一起推倒閣呢？蔣萬安說這不是我的事情，是黨團要決定啊，真的要黨团決定。我已經提說了應該倒閣，但是倒不倒是黨团決定嘛，那另外呢，因為網友曾經這個轉發簡舒培跟政府要資料的這些事情呢，就被刑警上門拘提啊，後來是無罪了哈，我們看一下。您认为不附属不執行，你接受嗎？韓國瑜還是支持？我支持立法院審議預算的程序。你支持韓國瑜？就算質詢時間已經到了，被消音都還是在繼續質詢。台北市議員簡舒培要求台北市長蔣萬安對中央政府總預算還沒有審完做出表態。韓國瑜院長也曾經罵過賴清德，說自己生病要別人吃藥，你接受嗎？你支持韓院長這樣說嗎？以前民進黨多數的時候是包裹表決預算，民進黨前議員，你支持這樣的做法嗎？雙方你來我往吵了5分鐘，但蔣萬安依舊保持中立立場，不願意輕易選邊站。來，位置。因為剛才委員也有說不要見縫插針哈，但是我想要修正一下，我想這個應該不是一個縫，我覺得這個應該是一個山谷了哈。那我覺得也是其來有自。昨天大家看到這個影片這個韓國瑜他其實一再強調，就說其實是一而再再而三。他說你黨團協商，你總召你如果不來，你真的也可以不來，但你不來，你有其他的做法嘛？哈，那否則你說不只是對院長不尊重，對他黨不尊重，對其他官員不尊重，其實對你自己本黨的幹部也不尊重。你說本黨幹部大家都坐在那邊，那可是隨時任何一件事情，都還要再回報給您，然後再回報給傅崐萁，傅崐萁可能同意，也可能不同意，那就是讓大家時間擺在那邊。那剛才其實大家有講說啊，這個立法院很多對於行政院這個相關的法案有不同樣的意見。我覺得當然我們有不同的立場，好，那我也尊重大家有不同的立場的看法。可是今天其實是在講總預算案。那其實我們都很難理解說，其實今年115年都已經過3/4，好，行政院也即將要送明年度的預算進來立法院，我們地方議會都已經開始在排審要審明年度的預算，結果我們中央政府是今年的預算，原本說8月底要，然後明天要投票，可大家很難理解啊。你如果對於很多法規、很多法案，你真的有意見，那可是總預算案你要拖到現在還不處理，那不處理是一件事情。韓國瑜為什麼會爆氣？看到那個畫面就說啊，黨團協商，3次黨團協商都應該你要出來，那為什麼這個傅崐萁他一直都要躲在後面？他說你就像慈禧太后一樣，甚至像這個太上皇一樣，你要下指導棋。我覺得為什麼昨天大家對於這個昨天這個影片，大家其實是討論度很高，是說，當然不同陣營有不同陣營的立場。昨天韓國瑜確實有說，那可是不同陣營，你還是有自己的職責、自己的本分。我作為民意代表，我對於新北市政府很多的做法，我可能不認同。那可是我也希望，就說我有不同的認同，但我不要影響說，新北市政府整體的運作。好，那你說好，大家有一些前面有一些爭執，有一些爭議，但你不能連說我今天要做黨團幹部，我黨團幹部我爭取我要當，可是我去了，結果我其他的黨團我的成員要簽署還不做，還不能算數。那我為什麼要做黨團幹部？我如果有其他想法，我要麼就自己來，要麼我就充分授權。其實昨天韓國瑜再爆氣，就是在講這件事情。所以我覺得傅崐萁他常常會讓人會覺得，很多他的做法都是出自於他自己的私利。無論他要去做什麼，或者他自己有想要爭取其他代位，都無所謂。可是我們就不希望你在這個位置上面，你凡事都只有考慮到自己的私利，這是不對的。除非剛剛這個位置說他很難理解為什麼現在8月了還在審去年的預算。我覺得台灣的民眾更難理解的是說，如果立法院通過的法條、法律案，為什麼行政院不執行、不附屬，就給他擺爛？這是第一個。第二個，一直要求立法院審預算，結果通過的一些法條的法定預算，行政院不編。我想你也是民意代表，如果在你們新北市議會已經通過一定要做的社會福利，結果
侯友宜不編預算，你會怎樣？你會說好没關係，我繼續這樣審，那你就是作踐自己的權責。我們要求到明年度，那你就是作踐自己的，已經很多次了。我们確實就有這個爭議啊，這已經很多次了。我們就要求明年度按照時程編進去。我們剛剛來講說，當什麼職責就要做什麼事情。昨天簡舒培去嗆蔣萬安，昨天是什麼樣的質詢？昨天是聽取市長報告，施政計劃及預算案編制經過及詢答。簡舒培有一個字是在提這件事嗎？問你說明年度你的施政計劃，問你說你的預算編得好不好？沒有，就在那問，你是挺韓國瑜還是挺傅崐萁？我告訴你，這就是簡舒培今年的戰略啊！只要打蔣萬安，不用跑菜市場，就是這樣。因為市議員選舉，只要一個小眾支持，他就當選了。所以他現在就把他選區所有的深綠的票，全部一個人，因為他是打蔣悍將啊。然後其他民進黨的議員啊，其他那3個議員啊，在那邊瑟瑟發抖啊。所以我覺得啦，誰不務正業，簡舒培不務正業啦，誰不務正業？卓榮泰不務正業啦，誰不務正業？賴清德不務正業啦哦，所以剛剛說啊，不要見縫插針，那是個山谷哦，你就是在見縫插針。夏龍，台灣的政治啊，黨同伐異，大家很司空見慣，就像賴清德到高雄啊，一定要湊這個啦，然後因為現任者是民進黨，所以他只好把老公扯進來。黨同伐異是常態，但是當出現了黨異伐同的時候，這個呢就有能量。好，那黨異伐同因為比較少見嘛，他本來也不見得是什麼壞事情。如果是就事論事，但是韓國瑜的講話，他根本的原因是因為韓國的講話裡面做了非常多的價值判斷，那些的價值判斷每一句話擴得出來了之後，都對傅崐萁對國民黨重傷。他談到把我們當猴子耍。其實，在制度上面來講，沒有說我執政黨一定要怎麼樣啊。第二個，垂簾聽政；第三個，打麻將；第四個呢，講到就黑暗力量，這每一句話都是標題，都關乎就是說我今天呢之所以呢點名了傅崐萁，不只是因為呢他是國民黨的黨團的總召，他沒有來，而是因為呢是黑暗力量，是垂簾聽政，是什麼，然後把我們當猴子耍，這些擺在一起的時候呢，就有非常強烈的一個標籤化的一個攻擊。好吧，當然看起來呢，傅崐萁呢大概就吞下來了，就配合了。但是我說這個根本的問題，其實是因為台灣的行政立法兩權之間，它有個很明顯的制度缺口。那個制度缺口就是今天呢，你立法權不管呢，你國民黨基於呢一個在國會裡面的最大黨，你不管通過了什麼，今天的行政權呢是有終極審核權，我要不要鳥你立法院通過的這些東西？當我不理你的時候，你能怎麼辦？所以，當你今天碰到一個還可以呢很厚顏的派來呢跟你協商的行政部門，或者是呢立法院的民進黨的黨團的時候，你能怎麼樣呢？就是呢逼着你就是你通過的呢也沒有用。今天韓國瑜在乎的是兩院之間運作的問題，可是呢今天呢國民黨黨團在乎的是兩黨之間的政黨政治的倫理的問題。他的台灣的制度裡面呢是沒有答案的。傅崐萁可不可以不到場？可以。他可不可以不到場不授權也可以，因為在過去呢的黨政運作的時候，他可以事後呢總召補簽字也可以，這基本上是一個輿論的較量。就傅崐萁你沒有辦法嘛，你形象不好嘛，點名了。